在一个你可能还不知道的地方，那里有一个你专属的房子，这个房子代表着你的财运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工作、你所有的一切。这个不是观落阴，而是元成功。我是 Ron， 欢迎你点进来收听奇幻岛民。若你是新朋友，请记得帮我按赞跟追踪。奇幻岛民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心灵、自我探索、职场以及海外的生活经验。让我们来欢迎这一集的嘉宾亚飞。嗨，亚飞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亚飞。那我本身的工作是 NLP 的训练师，那也是 NGH 传统催眠的训练师。那另外还有兼任金钱灵气的导师。那刚才其实提到的元成功，它其实算是一个附加功能吗？对，附加功能，因为其实元成功对我们催眠者来说，它就是一个场景这样。你看过很多人的元成功，对不对？对，基本上不是我去看，我的元成功是我带对方去看，因为这样子才是真实他自己潜意识里的投射。所以你比较像是一个引导的角色，对吗？是的，我就是导游领队。导游 OK， 所以是可以带你去看元成功的人。那在你引导这么多人去看过不一样的元成功，你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样的场景？那场景很有趣，印象最深刻是有一个人，我那一次是特地带他去看元成功，然后他的家很奇怪，是一个山洞崩康，很原始的那一种。那我们进到里面，我说那有桌子椅子吗？就是先带他看客厅，他说什么都没有，放不下。然后我又再问他，那你有没有就是炉灶？因为通常炉灶是代表就是财运嘛，金钱运或是金流，他也没有，他说放不下，这边就是一个崩康，原始的那一种。我说好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去门口看看。他说有了，就是门口有火堆。现在他的厨房的火竟然不是在家里，是在外面。然后我又请他找那种粮仓，他就是在找很久才发现哦，我的粮仓在崩康旁边有一个小木屋。哦，对，然后我就带他，我说请你进去看这个小木屋里面有什么。然后他一进去就哦哦哦，就很像是那种超奇幻的场景，就是门一打开，原本是小木屋，就打开里面变 Costco。OK， 对，它的粮仓超级大。所以其实每一个场景都代表着不一样的意义，对不对？你刚才提到炉灶，它可能代表是财运。那亚飞可以跟大家讲一下，除了炉灶，那我们在元成功里面，我们看到某一些场景，它代表的后面的意义是什么？可以跟大家分享。大致上会代表意义，就比如说门口有没有一些花草，这就代表那个你的健康，花草是不是茂密。然后如果有一棵树，通常会说这是生命树，那你生命树是不是长得茂盛？那通常如果有人有这样，他觉得投射出来就是脏脏的，我就会帮他整理一下，就提示说你可以跟你的潜意识无限制的沟通，你想要做什么都可以。然后他就会把它做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那其实我会刻意的提示说，这棵树跟你的健康有关。所以在同时我除了引导他之外，我还植入了让他把自己的健康弄好这个概念。然后像房子的门面，可能就是别人对他潜意识里面别人看他的样子。所以像我刚刚讲那个崩康，他其实对自己的外观已经没有要求了。所以我在想说他可能就觉得自己就是素的，全素，非常原始的感觉。所以每一个人的这个元成功真的都长得很不一样。这个人的元成功他没有一个很典型房子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带的是没有，就完全都让当事人去感受。我不会跟他说你看到什么，就是我会问说你看到的场景它长什么样子。我不会跟他说你看到一间屋子，因为如果我直接跟他说你看到一间什么什么屋，那也许就不是他原本的投射。好，那我们讲回来到投射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案例，其实真的蛮有趣的。它投射出来是一个崩康，对，崩康。
对，那我们就好奇啦，为什么我们的元成功会长这样子？其实，就是不同时期的你嘛，你可能有不同的潜意嗯识，它是嗯被压在你的冰山底下的，它没有嗯哼把它呈现出来。那我们在进入催眠的状态，就是人家称的西塔波，那它可以把你嗯哼深层的这些潜意识唤醒出来，用投射的方法投到你的面前，嗯所以就是长得不一样是很正常的吧。嗯，这个是不是会跟他的小时候的成长环境有关系？成长环境一定有关啊，因为潜意识它嗯哼其实也是很科学，就是你可能刚出生的时候，你就只有脑干系统，嗯然后还没有发展到你整个脑神经。那这个时候，原嗯生家庭的一些对待你的方式，它就会变成是你的生存本能。就比如说小时候嗯哼常被打骂，那他的生存本能就是可能要闪躲飘，嗯哼对，然后后面慢慢的塑形，他可能也会因为各种经验，会投射出来他现在可能是什么样的状态，或者是他想要的嗯。状态。所以元成功也不一定就是完全只体现他目前状态，也有可能是他想要的。哦，所以其实可能跟他的欲望或者是他的潜意识已经融合在一起了。当然了，对，潜意识它就是嗯哼嗯哼嗯身哼心是一整个系统，所以当你的心理嗯如何的时候，其实人就是脱离不了这些嘛，画面、声音、感受。嗯哼嗯哼，那有些人可能投射出来没有什么问题，你觉得怪好的，那我们也不用做任何的调整。对，OK，最重要的是你看到你现在的元成功，可能跟你想的、预期的不一样，或者是其实元成功它其实是一个工具，来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潜意识是什么样的状况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嗯，发现了之后，我们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这些潜意识，让元成功是可能你想要或者是更好的状态？想要或是更好的状态，这个我也会就是让当事人去感受他想要什么。嗯像我之前，我每次的元成功也都长不一样，然后其中嗯，有一次，我那时候带出来，我客厅里面有一尊小劳勃道尼的那个钢铁人。为什么？你最近看了他的电影吗？没有那蛮久以前，好几年前了，就是在哦，接触传统催眠的时候。然后我想说，嗯哼，为什么是小宝宝到你？然后就看，就是老师就会引导啊，那里面有没有嗯桌子，有没有椅子，有没有电视什么的。然后嗯哼，他说，这个就是你可以把它弄成你觉得最喜欢的样子。嗯那，OK，我们那时候讲的客厅是讲到贵人运，或者是有没有人帮嗯忙。其嗯哼，实元成功在房间有非常多不同的派系啊。那我派系嗯哼就是比较 嗯哼 freestyle，我会让他们嗯哼，自己去感受。对，所以元成功其实就是我们潜意识的投射。那你当初怎么会去想要学 NLP 跟催眠呢？哦，我是先学 NLP，然后再去学嗯传统催眠。那 嗯，NLP 其实因为我跟 Ron 以前曾经在一个公司里待过嘛，然后你也知道我对，们那时候主管很凶，就虽然他们人很好，但是每次开会都凶起来很凶，我每次都是被骂到贴在墙壁上那一个。对，然后就觉得很两难，而且当时其实我是非常想融入这一个，就是我很想要得到主管的肯定，因为骂虽骂，他就嗯是讲话很咆哮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嗯我又觉得他们好厉害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那时候的那个品牌并不是这么好做，可是每一个主管每一个季度都是达标100%、150%、200%以上，我就嗯哼想说怎么会这么强？可是为什么我去的时候，嗯我把公司要讲的东西传达给客户，然后从客户那边再收集资料回来，但两边我都不讨好，就是老板觉得我做得很烂，客户也觉得我做很烂。所以我那时候压力嗯哼超大，几乎每天都只睡1、2个小时，我就会弹起来想说啊，报告要怎么写？嗯。我真的好想跟上大家，因为我觉得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好优秀。
对，其实对我来说也是欸，因为我也发现到一件事情，就是里面的人呢，当然你要工作一段能力之后，你才有办法可能看出他的工作能力。可是啊，其嗯，实他们都是非常高学历的人，对，而且呢，可能是很多顶尖学府的。都是外国回来对，的。或者是很多国外留学回来的，我那时候也会觉得说，哇，他们都是好厉害的人哦。所以我有一阵子也跟你一样，就是会觉得我很害怕出错。嗯，那你那时候又怎么样克服，就是当业务带给你的这些挑战？其实我那时候根本克服不了啊，所以我才会就是每天睡不着，哦，然后那时候还长一颗超级大的针眼，就是大到眼睛已经张不开。对，我记得你当独眼侠当了好一阵子。对，那时候压力真的大到不行，我就觉得啊、哦天哪，我的人生怎么会这样子？我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跟上大家？我好想跟上大家。嗯哼，而且我为了那个工作，我还去买了一台车，我原本没车的。嗯嗯对，但是主管就跟我讲说，你没车当什么业务？你要怎么跑？坐嗯公车哦，你要坐到什么时候？嗯然后那时候就是对我就想办法买了一台车，嗯哼嗯为了哼，要做这份工作，我好喜欢，好想要跟那些巨人一样，就是厉害。嗯但是后来我发现，就是我跟不上，我真的跟不上。嗯然后到有一次，我就是开车已经跑完客户了，在车上，然后我的直属主管打电话给我，嗯说可以聊一下吗？嗯哼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其实我知道你一定有你适合的那个销售的方式，嗯哼那你有没有曾经有什么经验是让你卖东西卖得很顺？我说，哦，就以前曾经在卖场打工啊，给人家试喝什么，那时候生意都超好。嗯哼他说，对，所以你可能只是适合面销，你也许不适合当业务。然后嗯，我整个心里就是心头一酸，那眼泪就啪，一个只会为了肚子饿而哭的人，我居然因为他这句话，然后真的很难过。然后你那时候在车上吗？在车上，我永远都记得在车上，我就把车停在那个爱买前面，然后我就嗯哼流眼泪，然后也，然后主管也吓到，他说你在哭吗？嗯他有点慌了，你知道？我说没有，就是我也想加油。我记得你的主管是男生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对，然后我相信他一定看到一个女生哭，我想说哦怎么办？我把我的下属给骂哭了。因为他也很不喜欢被更大老板骂，他是个骂不得的人。嗯但是他既然讲，他可嗯哼能觉得他是温和的讲，但是我是心理压力大到说怎么办？我就是跟不上你们，我真的好想跟你们一样，但是我不可能做得到。对，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哭很惨。你那时候认知到你做不到，那时候你认知到这件事情，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想，好像也松了一口气？嗯，后来你怎么转换这个打击变成动力？没有我那打击超大的。哦，后来就是开始学习啦，我觉得也很感谢我的直系主管跟我讲，他就说，我发现你其实是沟通上有很大的问题，但是沟通有问题没关系，我也不是一开始就可以做到100-200%，但是像他自己年轻的时候，他就会去上课。他说我都会去找人啊，就是比如说很厉害的人去问他怎么做，要不然就是上课嘛，上销售课程啊。嗯哼，然后我就感觉好像被雷劈到，想说哎呦，原来销售还有课程可以上，我才开始去理解一些课程。那我前面上了也蛮多那种什么讲座啊，就各种都去听。那听一听，听到有人跟我讲 NLP， 说除了它可以改善你的沟通能力以外，那也可以改善一些深层的问题。所以我就很有兴趣，然后也是到处去听到几个老师，有些我会睡着，有些我会觉得可以讲脏话，有些我觉得公三小，但是就遇到我们的老师，我就觉得他们讲的东西对我来说很有用，因为我一开始也只有参加工作坊，然后就是用他们的，就是用这个有系统的方法去跟客户沟通之后，忽然间客户自己跟我讲说，我怎么觉得你跟以前不一样了？然后觉得啊，怎么这么好用？然后用一用就
我那时候也挣扎了很久才去上正课。那上正课上完之后，我发现，我好像以前感情的那种受创也被调整好了，然后我以前原生家庭的一些难过的事情也调整好了，然后才会一路就这样走上来，就觉得哇，好像开启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。对啊，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就是它改变的并不是你的外在的条件，它是从你的内在去做调整的，然后你的外在的环境、你的人事物就会跟着改变。那你自己因为工作上的这些挫折，或者是工作上这些让你觉得不足的地方，你自己去精进，然后你也学到这些你可能原本没有意想到的技能。走到现在，你觉得最大的收获，除了改变你自己的人生之外，还有什么？你觉得你是最印象深刻，或者是你觉得最值得的？最值得的，我觉得就是你开始懂得善待自己。因为我是那种从小被打骂的小孩，我们家是那种考试考399，因为考4科399.5少0.5，我会被在客人面前打这样子。那所以造就，其实我以前很害怕，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会做错事，什么时候我会说错话，即便那个并不是我们现在普世眼光认为错的事情。但是因为父母的情绪不成熟影响了我，所以他也间接影响了我的感情，间接影响了我的工作，那也影响了我的家庭。那我后来才觉得说，其实我可以多为自己好一点，那我就不会受这些其他的事情给影响。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，我那时候出去。就连主管啊，我们后来聚餐都说，你以前就看起来就灰灰的，冷冷的，然后好像随时头上会飘雨下来那种感觉。对，然后就是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。因为那时候我也有接触过宗教啊，宗教都说，那你要转念啊，懂得转念，你人生会过得更好。那我就始终想不清楚到底要怎么转。后来经由这样子有系统的方式之后，我才知道原来转念可以这样转，所以我从原本很渴望被怎么讲被肯定，然后很想要像我的主管一样变成什么女强人，变成商业霸主，然后到后面我看清楚，其实虽然我可以做这件事，但我没有很喜欢，然后才会踏上教学的路。我觉得这就是我一个人生很大的转折。然后像以前我都超紧张，每天都非常紧张，很紧绷，想说会不会有什么事情没做好，我就人生就毁了。但现在像今年我的身体不太好，我就真的花很多时间休养。但这件事情是以前我不敢做的。我觉得有时候呢，会有一些观念，就是我自己也会不敢休息。对，会觉得说我这个还没做完呢，可是我明明身体就已经很累了，我的心已经很累了，可是我不敢休息。甚至是我有这种经验，就是我记得我当初还在公司的时候，我有一阵子非常的爱出国，我那一年大概去了3次还是4次的日本。然后呢，有一次我去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在放假，可是我的心没有在放假，我人在放假，我心没有在放假。然后我觉得我请了年假，虽然我请年假，我已经请假了，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我好像不能休息。然后我心里一直想的是，那我年假之后那个我要做的事情有哪些？好累哦。所以我觉得在我的前公司我们在前公司的时候，虽然我学了很多，可是后来我发现我自己牺牲掉了很大的一部分，是我没有那个时间跟余力去陪伴我自己，然后去发展我自己其他的可能性。对。那我觉得老天宇宙都会用一个方式，想要把你从对你可能已经不适合你的环境把你拉出来。所以你的契机很有趣，对不对？你的契机是你先去学了怎么沟通，因为职场上的需要。
可是他打开了另外一条路。对我来说也是，我觉得那时我的工作其实是很顺利的，好，就是我没有什么太大的 challenge，对，就是顺顺的这样。可是我就不快乐，就像你讲的，我有一阵子也是撑着一把小伞，别人看不出来，对，我都会把它演得很好，就是自己可能自己心里面在撑小伞，但是我不会表现得出来，因为职场如战场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你那时候真的伪装的蛮好，看不出有内心戏耶。你那个 umbrella 蛮大只的。我最近有看一个 podcast， 是蔡康永上唐奇阳的节目。康永哥提到人设啊，在 NLP 他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个说法跟版本，对不对？在 NLP 里面怎么样去看待人设这个东西？在 NLP 里面，就是你在适合的场合，用适合的方式去跟别人相处，它其实就是一个人设。那我们在 NLP 里面讲会说这是次人格，那有些人讲说次人格，对对对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个人格嘛。那但是这个次人格的意思就是说，比如我上班是一个样子，我在家是一个样子，我在另外一半前是一个样子，在朋友前是一个样子。那你要说我哪一个面向是很虚假的吗？其实不是，因为你不可能穿着吊嘎蓝白拖去上班嘛。对，你会被当怪咖，所以你在工作上会有一个人设，就是你有一个人格在，但你也不会就是比如说对着公婆，然后就像骂小孩这样骂，不太可能嘛。所以一定是会有你每一个状态里面都有你自己的真相意图，想要被满足的样子，那就是你的人设。那人设其实不是坏事啊，它就是让你在那个环境下是舒服的。那有些人就是很喜欢讲说，我就做自己啊，你这样不行吗？但做自己其实是很没有在顾人设的，因为他只想用一种面貌去面对所有事情啊，所以你就会看到那种我们小时候常常会看到那种就是在街上穿裙子，但他裙子塞进内裤里面。那我就会觉得很怪，那可能是他自己觉得在家这样穿舒服，但是他也是这样穿出门。对，那就是他的那个人设崩坏。我想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，就是说，你刚才提到，就像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女主角好了，好，她可能在家里面是很做自己，对她来说，她其实也是一个人设，因为她在家里面要面对她爸爸妈妈，所以她觉得这件事情在这个人设底下其实是很舒服的。那问题来了，就是说，当他离开了这个家里，他离开了这个私领域，到了一个公领域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把原本的这个人设拿掉，他没有办法转移到另外一个人设。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角色，就像我在公司是一个角色，我回家了，我是一个小孩，我是一个儿子的角色，我甚至我也是一个大哥哥的角色。那我相信很多人会遇到一个状况，就是说我在工作场合上面有情绪，甚至我在家里面有情绪，对不对？有一些事情发生了，这就是不一样的人设啊。对，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在这个角色里面筹换，对，那就变成说我把工作的情绪带回家了，把家里的情绪带到工作了，这可能就影响你的职场跟你的工作。那我怎么样让自己就是赶快把这个情绪不满的情绪给稳定下来？好，其实我会有2种方法，第一个就是灵魂出窍，你想象自己灵魂出窍，对，你想象自己退出你的身体，然后你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你眼前的这个人跟这件事情，就很像是你在手机上面滑很多短影音一样，其实你看的时候不一定有情绪，尤其是看别人的，你就好，就这样滑过去。那你会发现，当你抽离的时候，情绪就已经有改变了。那如果我情绪很强烈的时候，我就会再多抽离一点。比如说，把画面放在手机荧幕上面，想象我在看手机里面的这个情境。那或许还可以配一些音乐，就是跟原本气氛不一样的音乐。
我之前就曾经因为这样子，然后帮一个小朋友就是解决了他拒学的问题。他害怕上学，是因为他觉得老师太凶。对，我就说，那你就想象那时候你是站在教室后面，看着老师在讲话，然后你可以想象老师旁边有那个马戏团的音乐。然后后来他就可以去上课，因为他说老师不可怕了，就在那个抽离灵魂出窍的当下，这样看着老师，然后配乐，他觉得很好笑，他还要忍住不笑出来。对，所以那对于恐惧或是情绪或者是愤怒的当下都很有效。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你直接用想象帮你完成某些事情。什么意思？因为像我之前跟我先生还有带我小孩出国的时候，可能他很久没出国吧，因为上一次已经是2岁前，然后这一次出去他就是都不睡觉，一直到3、4点都不睡觉。那我们第二天6点又要坐飞机，然后反正他就是一路上很欢，我要看什么不准我看，我要拍照也不准我拍，我要吃什么也不让我吃。对，然后最后就是我最后被他气哭。然后后面几天只要他撸，我就会看向他爸，然后他爸就慢慢的默默的把他带走。可是等到回国的时候，他跟我讲一件事情，他说其实你每次目光扫向我的时候，我在心里都已经不知道报答他几遍了。就是在心里面发泄完了以后，他才有办法冷静的把他带走。对，所以也可以，你就心里一边看着眼前的人他讲的话，然后你就一边在心里报答他。因为你在想象打人的时候，你有过去打人的经验嘛？你知道那个爽的感觉。然后，但是你在想象的时候，同时也会驱动的你那一些就是相对的脑区部分，然后就可以让你得到相同的感受。我觉得这蛮好用的。所以今天呢，很谢谢亚飞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在职场上他的趣闻，以及他自己的生命故事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也想要让你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，你也可以找亚飞来看一下你的元成功，或者是利用 NLP 来调整你自己。那我们最后呢，谢谢亚飞，也谢谢你收听奇幻岛民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